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井柏然的双眼皮，谭松韵的脸，这部剧滤镜太真实。华成辉，我都记得你这一刊比玛丽苏文学的台词，在归路开播后瞬间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共鸣。与其他剧中不同，它在这里并没有引发观众的尴尬感，而是深深地触动了大家的情感。为啥呢？因为归路的玩法比较真实。当32岁的谭松韵饰演的归晓与井柏然饰演的陆延辰重逢时，没有轰轰烈烈的配乐，没有唯美梦幻的柔光，有的只是岁月在他们脸上留下的印记。那一刻，仿佛10年的光阴都具象化成了他们眼角的皱纹和略显疲惫的目光。谭松韵的娃娃脸没变，但眼袋和法令纹已经遮不住了。井柏然依旧帅气，但深邃的双眼皮仿佛在诉说岁月的无情。这对曾经的校园情侣，在再次相遇的瞬间，他们都被现实打上了明显的时间烙印。让我们回到10年前，那时的归晓和陆延辰，就像每一对校园情侣一样，充满了青涩和美好。他们的爱情就像是食堂的饭卡，下课后的奶茶，以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都充满了彼此的关心和照顾。然而，年轻人常常太过冲动，在一时冲动下做出决定，导致这段感情终止。10年过去了，再相见时，已经时过境迁，沧海桑田。归路这部剧并没有狗血的剧情，而是从最初的尴尬寒暄，慢慢找回当年的默契。没有豪门恩怨，没有撕心裂肺，只是成年人克制又炙热的情感。这种张力使得豆瓣评分持续走高。网友们评价：我第一次看到这么真实的重逢戏码。确实，当归晓和陆延辰重逢时，没有电视剧常见的巧合桥段，而是在工作场合的正常交集。这种平时的重逢方式，反而使得观众的代入感更加强烈。剧中的两人不仅甜蜜互动，有时还甜蜜带着心酸。例如，陆延辰清楚记得归晓最爱的奶茶味道，归晓也能立即说出陆延辰所有的习惯。这些颇为细致的细节让10年这个时间跨度显得真实而具体。有人对电视剧《归路》给予如虐而不狗血、甜而有质感之类的评价，这足以揭示这部剧在观众心中的地位。没有强调狗血情节，而是以最真实的状态演绎了一个关于爱情、成长与救赎的感人至深的故事。在这个充满滤镜的影视圈子里，归路的真实感显得尤为珍贵。当谭松韵和井柏然在镜头前褪去明星光环，以最本真的状态塑造角色，观众不仅仅能看到一个故事，更能看到一面反射现实的镜子。归路之所以能够触动人心，可能正是在于它让我们深信，即使在这个快节奏、信息爆炸的时代，真挚的感情依然存在。尤其是经历过时间洗礼的爱情，其价值远比青春期的情感更加宝贵，更加值得珍视。说实话，看归路的时候，我最震惊的不是剧情有多狗血，而是这部剧敢让演员素颜出镜。在这个人人都自带美颜滤镜的时代，这种做法简直是在自寻死路。但就是这样的作死，使这部剧独具一格。我们先来聊聊井柏然吧。在特警的造型中，井柏然那深深的凹式双眼皮几乎成了槽点。那2道折子深的能夹死蚊子，特写镜头下跟刀砍的似的。网友们纷纷怀疑井柏然是不是去拉了双眼皮，导致他不得不在直播间上演狂暴式眼保健操，并解释说只是年纪大了，眼皮松了。但说实话，这个缺陷反而让陆延辰这个角色更有说服力。毕竟是在特警部队摸爬滚打多年的硬汉，要是皮肤细腻的跟豆腐一样，那才真叫没说服力呢。再来看看谭松韵，大家还记得她在《最好的我们》里扮演学生的样子吗？
那个时候的她真的是嫩得能掐出水来。而在归路中，32岁的她却开始对年龄妥协了。学生装戏份里，谭松韵的法令纹明显，眼袋明显，唇纹干裂，就像是沙漠。成年后的戏份里，她化了妆，但额头上的小痘痘和脸上的脂肪颗粒依然清晰可见。正是因为这种不完美，观众能感到更加真实，更加感动。对比同期播出的《星辰大海》，刘涛梳着马尾出演少女角色，整张脸被磨得像剥了壳的鸡蛋似的，五官几乎都成了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这种过度美化的后期处理做法，实际上使得图像看起来很假。归路的制作团队非常聪明，没有试图去掩盖演员的年龄痕迹，而是巧妙地把这些缺陷转化为故事的一部分。景柏然的沧桑感完美契合了特警的身份设定，谭松韵脸上的岁月痕迹则展现了一个经历过挫折的都市女性的成熟。10年的光阴，在她们脸上刻下的每一道痕迹，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属于她们的故事。这样的真实感，远比任何精心设计的台词都更具说服力。这让我不禁想起那句老话：岁月是把杀猪刀。归路这部电影告诉我们，与其躲在美颜相机后面自欺欺人，不如坦然接受时光在我们身上留下的印记。因为那些皱纹和瑕疵，便是我们活过最好的证明。在追求完美的时代，归路通过朴实无华的镜头语言，揭示了人间最真实的烟火气，这或许正是它打动观众的关键。2023年3月的国产剧市场呈现出了神仙打架的激烈竞争态势。他是谁一上线就让人震撼不已，张译、丁勇岱这对实力派组合献上了堪比狂飙的演技盛宴。随后回响的上映也如期而至，首播就凭借宋佳、王阳、朱雨辰、张嘉译等戏骨同台飙戏，赢得了不错的评价。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，真的会有人看纯爱剧吗？观众的品味现在越来越挑剔，现在的收视率制高点被悬疑刑侦剧占据，而都市情感剧虽然门槛低，受众广，但如果还在走老套路，恐怕连播出的机会都没有。归路没有按照常规的方式进行，而是选择了一种独特的路线。在其他剧都在玩命堆砌悬疑元素的时候，归路选择回归最简单的情感故事，展现最真实的情感纠葛。在别的剧都在疯狂开美颜的时候，归路却选择将演员的皱纹、痘痘等都清清楚楚地展现出来，这样反而使人物更具真实感。这岂不是在找死？然而，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策略，使得归路成为一匹黑马。豆瓣评分接连攀升，弹幕上到处都是太真实了，看哭了这样的评论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这是因为市场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，观众已经看腻了那些过于完美以至于失真的偶像剧主角，看腻了那些靠滤镜堆砌出来的所谓童颜，看腻了那些为了吸引眼球而硬拼凑的狗血剧情。在这个时候，归路的真实感反而成了其最大的卖点。它告诉我们，都市情感剧并不一定要依赖颜值和狗血来吸引观众，有时候一个真实的故事加上不加修饰的画面，反而能更深入人心。这种审美突围，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当下影视圈过度商业化的反思。在这个所有人都追求完美无瑕的时代，敢于展现真实反而成了最大的勇气。归路之所以能在3月这个档期中脱颖而出，或许是因为他没有盲目跟风，而是在创造一种全新的可能性，以真实对抗浮华，以朴素抵挡浮夸。在这个滤镜当道的时代，归路用最朴实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真实的力量。它证明了真实就是最美的滤镜。青春期的爱情总是带着冲动和莽撞，可是10年后再回首，那些让人心跳加速的瞬间，往往都变成了一笑而过的玩笑。在归路这部书中，
主人公陆延辰和归晓走过了一段充满曲折与矛盾的道路。年少时，他们是最契合的一对，性格互补，三观相似，甚至连吃饭的口味都出奇的一致。按理说，这样的感情应该修成正果。然而，正是年轻人血气方刚的性格，使这段感情在最美好的时候无疾而终。10年后再次相见，我们已不是当年那个冲动的少年和倔强的少女。在特警部队的历练让陆延辰学会了克制和担当，他的性格中沉淀出一种稳重。那些年的摸爬滚打不仅在他脸上留下了岁月的痕迹，同时也磨砺了他的性格。10年的职场生涯让归晓不再是那个轻易被情绪左右的女孩，她学会了权衡利弊，懂得了理性选择。然而，有趣的是，10年过去了，有些东西却从未改变。比如那让网友直呼甜死了的英雄救美片段，这本该是偶像剧的标配桥段，在归路里却格外动人。因为观众看到的不是刻意安排的巧遇，而是职业特警出于本能的保护。陆延辰的爱好和饮食习惯都深深地印在归晓的脑海里。他甚至还记得陆延辰爱喝什么茶，吃几分熟的牛排，连他对某些食物过敏都记得一清二楚。这些细节比表象更能刺痛归晓的心。这并不是什么所谓的天赋异禀的记忆力，而是10年来始终无法放下的心意。然而，成年人的爱情并不只是简单的藕断丝连，他们深知重逢并不意味着能重新开始。10年里，他们各自都经历过抉择与牵绊。要不要重新开始，不仅需要勇气，更需要深入思考。归路之所以动人，就是因为它展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克制。这里没有狗血的误会，也没有夸张的表白，只是成年人之间默默的心有灵犀。那些在年轻时错过的温柔，在10年后的重逢中更显珍贵，因为他们明白，爱情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经过岁月沉淀后的郑重选择。归路能打动观众的关键就在于，他以最平淡无奇的方式，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、救赎和重新选择的故事。在这个浮躁的时代，这样的故事反而更能触动人心。一部深度剖析情感关系的精彩电视剧，以真实主义的手法，让观众产生强烈的共鸣。在这个充满了工业糖精的影视圈中，归路就像一杯不加糖的美式咖啡，苦涩中带有原始的香醇。说实话，这个选择可能会带来风险。不磨皮，不开美颜，每个毛孔都清晰可见。在这个人人都有天使滤镜的时代，这种做法可以说是在挑战市场。然而，正是这部作品的固执，使它成为2023年最让人惊喜的都市情感剧。从井柏然和谭松韵的表演就能看出这部剧的质量。他们并非在表演，而是在真实的生活着。每个眼神，每一个微小的表情，都透露出生活的气息。井柏然所扮演的特警角色，并不是通过繁复的道具堆砌，而是凭借他眼中的沧桑和举手投足间的稳重来诠释。谭松韵展现的职场精英形象，并非仅仅依赖浓妆艳抹，而是通过眼神中的坚韧和成熟来展现的。细节是最好的证明，从妆容、表情、对白到肢体语言，归路都展现出了一种难得的克制。他没有过度的表演和煽情，而是通过真实、真诚的展现来打动观众。这种真实主义的表达方式，在某种程度上为都市情感剧打开了新的可能。它证明了，不依赖颜值滤镜，不依赖狗血剧情，情感剧同样可以吸引观众。展望2023年的国产剧市场，归路有望成为一个关键转折点。其成功不仅在于收视率和口碑的双赢，更重要的是为整个行业带来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。回归真实，方能赢得观众。观众的审美正在发生变化，他们开始厌倦过度加工的完美，
转而追求更多真实的故事。这种转变在归路的走红上得到了印证。在未来，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类似的作品，尽管它们可能不够完美，可能会暴露演员的瑕疵，但只要故事真实，情感真挚，就能打动人心。在这个充满浮躁的时代，真实已经成为了最稀缺的奢侈品，而归路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珍贵的启示：有时候，不完美的真实比完美的虚假更能打动人。这就是真正的滤镜应该展现的模样。